Hello，大家好，我是雪人，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想来跟大家开箱一个我最新买的迪奥唇膏，它也是最新上市的巨星唇膏 Rouge Dior on Stage。我的色号是买168，我原本前几天就收到包裹了，那时候没有多想，说 OK，那我就等不及了，赶快来拆箱，然后赶快来试色吧。但是呢，这就是本包裹，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吧？但打开来呢？超美！我没有在以网购的方式买过迪奥的彩妆，通常都是线下买。但没想到它包裹寄来的时候，内包装竟然这么漂亮！你看这个压花，超级漂亮，超级漂亮！重点是跟外面这个普通到不行的纸盒反差也太大了吧！所以我那时候一打开就整个哇，超美！我一定要录影片，然后来分享一下我的开箱。那事不宜迟，我们就一起来拆这个新包裹吧。首先是这个迪奥最经典的荔枝纹的纸袋，这个线下购买的话也会附赠这个纸袋，那个很漂亮的荔枝纹的纸袋，配上精致的迪奥 logo， 还有这个缎带。这个线下买东西的时候也会附赠，只是就不会像这样子有这么大的反差感。这个是只有网购才会有的包装盒。那我们一起来拆缎带吧。每次网购开箱的时候，这个环节最开心。里面有一个纸袋，这个我知道这是什么了。那时候在官网下订的时候，还有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让你随机选取几样香水的小样，然后它会附赠给你，然后你可以一起随着包裹来一起试香。那时候是default 有先就是安排有一款香水是一定有附赠的，是这个 Miss Dior 的香水的小样，这是1ml的墨数，这样子。可爱吧，可爱吧。然后还有另外两个是6选2，它总共给我6个选项，然后它上面会显它的调性啊，然后它的香材里面有什么香调这样子。然后我选了这2款，一个是 Grace Dior， 一个是 Oud Ispahan。等一下也来试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主角这边 Rouge Dior 巨星唇膏。还有一个小卡，这个应该是收据之类的吧？你可以在下单的时候说你有没有要送个小卡，然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随包裹附赠的，所以这是一个没什么，就写一个简短的一句，就不好意思不给大家看了。但反正就是你可以写一些话给收礼人这样子，会有随信附赠一个这个小信封。好，重头戏。Rouge Dior，Rouge 是胭脂的意思，然后它这个系列很酷的是，好漂亮哦，受不了哎，超漂亮的，很有质感，然后长长的一支，它上面也是有算是压花吗的设计，就是它不是平整的，这个颜色好漂亮，看一下看一下。我现在先试色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手上试色，看得出来是一个很漂亮的玫瑰的红调，然后是镜面的，还蛮清透，可以叠加，所以我觉得在日常通勤啊，或者是在日常的场合上班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颜色都会蛮适合的。现在上嘴试试。很好看呢，是不是很好看？这支唇膏很有趣的一点是，那时候我在爬它的资料，然后它上面就有写说，这是一支不需要唇线笔的唇膏，因为它的设计是水滴形状的，它的唇峰可以很好的贴合这个角度，所以360度它的唇峰跟下唇的地方都可以很轻松、很自然的去贴合。另外就是一个镜面唇膏，它主打的就是极致的镜面，然后极致的显色，还有极致的丝滑。显色有蛮明显的感受到的，然后来看一下它会不会沾杯。它成膜的蛮好的，它完全没有复燃呢，我觉得很棒，这个很加分，这个就是不需要一直擦擦补补，这个在出去外面的时候最好用的。
刚刚是上1层的颜色，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上第2层。虽然我觉得上了1层就已经蛮显色，但是我们来上第2层试试看。跟他说的一样，它这个上面这个水滴形状的尖头设计真的蛮适合勾勒唇峰的。刚刚完全甚至手指也不需要去晕染，它直接就是可以很顺的上色。然后这个是上了第2层颜色，我觉得也是饱和度很好，但是又不会太过的招摇，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颜色。刚刚浅浅的1层比较温柔婉约，那现在上了2层，饱和度比较高一点之后又比较大气，又很适合这种秋冬穿搭。我当初买它会看到这个颜色，就是想说差不多要入秋了，要进入秋冬了，很适合像这时候穿着一些高领毛衣啊，然后画一些简单的眼妆，可是口红的颜色就可以特别出彩。那我刚刚有说过，这支的颜色是168，那目前台湾买不到。但是，如果喜欢这个颜色的话，应该代购或者是去国外的时候免税店看，应该都还是有。我目前看台湾官网上的话，是有其他8种颜色，8种颜色里面大概有5种都是比较偏深红、玫红，然后有一点朱红或一些可可棕的颜色，只有3款颜色，一个是120的经典玫瑰，222的焦糖裸杏跟226的蜜桃柔粉，这3个颜色会比较接近日常的裸唇色。还有一个390红毯玫瑰，这个我光看色卡，感觉它是一个红枫叶色的秋天质感的唇膏，大家可以靠过去试试看，应该会很不错。再来是它这个小样的香水的分享，第一支是 Miss Dior Essence。Miss Dior 这个系列有分蛮多不同的款式的，而我手上拿到这个是 Essence 的款式。Miss Dior 算是名号蛮响亮的吧，响当当的。那 Miss Dior 这支香气呢，它是一个花果香遇上木质底蕴的一个香气。首先它有一个野生的黑莓跟接骨木花交织，再来会有3种不同茉莉，星辰茉莉、粉红茉莉跟双瓣茉莉去构筑，最后会慢慢转成一个木质底蕴的烟熏调，像是橡木和琥珀、雪松会慢慢的加进来，会平衡果香跟花香的活泼。所以它是一款献给勇于挣脱框架，然后拥抱自我的当代女性的香水。那我现在就来试试看。一开始闻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商业香的香气，香水有分成沙龙香跟商业香。沙龙香的话就是比较小众或是独立品牌工作室，或者是有独特的香水设计师、调香师所设计出来的香气。那常见的品牌可能就是 Diptyque 啊、Byredo 啊、Jo Malone 啊，这些都算是沙龙香。但这个是商业香，这个商业香就是比较会迎合广大的消费族群，然后它会量产，所以香味会比较常见。然后如果喜欢经典或是比较受大众欢迎的香水的话，商业香就是不错的选择。那我目前闻到这个香水，就是对我来说是比较普通，就是比较普通，比较没有特别出彩，然后是等于是在百货公司1楼会有的那个味道，有一点脂粉气息，然后一些莓果跟花香调，就是一个很商业形象的女性化的香气。目前闻得到果香跟茉莉花香这些，它刚刚所描述的香味都有出来，但是，对我来说没有特别的出彩，就融合的蛮好的，但是没有特别出彩，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沙龙香的香调一点。慢慢的开始闻得到一点点琥珀啊、雪松这些比较木质调的香气，但是因为我个人是蛮喜欢很木质调的那种气息跟香味的，所以这一款的木质调并没有太能满足我。喜欢这种很明显的果香、花香调主导的商业香的朋友们可以去试试看。我觉得这款算是一个蛮大众，然后蛮经典的一个香气。接下来我们来试试 Green Dior 这个比较丝柏香气的中性香水。那丝柏香调这个它是一种形容一种清爽的木质跟微微甘甜的柑橘气息的香调，通常是给人一种清新啊、自然、沉稳的感觉。那它也很常跟其他木质调的香材混在一起，比如说香根草啊、雪松、橡苔这些素材会一起搭配。那也常跟花香，例如玫瑰、紫罗兰、薰衣草等结合。它丝柏香调算是一个很好的支柱，那它可以帮助其他的木质调调性或花香调性的香材有好的发挥。那所以 Green Dior 这一瓶呢，就是混合了丝柏调跟玫瑰香调在一起，这个中性香水有很丰富的层次，以柑橘、玫瑰、紫罗兰跟橡苔香气作为点缀，同时又有玫瑰带来的鲜明跟丰富，所以会带来很浑圆的感官的享受。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吧。这一瓶，我觉得这一瓶表现比刚刚 Miss Dior 好。这样讲会不会啊？没关系啊，反正这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这一瓶开出就是等酒精的气息慢慢散去之后，开出是一个很沉稳的木质香调，就像他说的是中性香调，没错。它原本形象图上面是一个粉色的，看起来很精致、很女性化的一瓶香水，但是所以当他说中性调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怀疑的。但是现在我试喷在身上之后，我是认同的，它确实是一个蛮中性木质调，但是又带有柑苔调、一些柑橘清新香气的一款香水。这款的话是对我来说是木质调会比花香调的玫瑰紫罗兰的香气更突出，所以对我来说比起性感或者是妩媚的花香调，沉稳的氛围对我来说是更多的。我觉得这瓶很适合商务女性或男性也可以，就是会穿着西装或一些丝质衬衫的一些商务男女，很适合的香气，蛮高级的感觉，是一个稍微有距离感、高级精致但是又沉稳的一个香气，接受度蛮高的，不会有距离感到太特殊、太特意，是一个距离拿捏的刚刚好的一个气息。但因为我只是试喷在自己身上一小段时间，我并不确定它的持香力怎么样，这可能还是要亲自上身体验看看，闻过它的香气，确定它持香力之后，才能决定是不是你所喜欢的香水。接下来最后是这支 Wood Ispahan。这支光看它的描述，其实跟前一支 Green Dior 蛮像的。他说这支也是一个由玫瑰香气所支撑的一个木质调的香气，也是一个中性香调。他说这是一个乌木香调遇上大马士革玫瑰所交织出的一瓶香水，是能让人留下一个强势且令人难以忘怀的性格的香气。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这个跟刚刚的 Green Dior 到底哪里不一样？它的乌木调真的很重。这个 Wood Ispahan 它真的非常的熏香，然后乌木的气息很重。反正这支我真的是闻不太到它所谓的大马士革玫瑰的香气，真的是完全的被乌木香调所笼罩。这个是会在红丝绒或者是皮革上面所闻到的香气，就是一个很饱和度很高的黑红配色的一个物件或是一个场合里会闻到的味道。乌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有侵略性的香调，所以他刚刚所描述的一个强势且令人难以忘怀的个性的香气，确实是符合他的描述，很强烈、很有侵略性、很有自己格调的一款香气。我觉得想出风头的话，可以喷喷看这支香水，应该会成为闪光灯下的焦点的。如果要为这3款香水做一个综合评比的话，这3款香水中肯定是 Miss Dior 它的花香的气息是最明显、最突出的。满分10分的话，它的花香气息可能会有7.58分。花香调排名第2就是这个 Green Dior，它的里面的玫瑰花香的香气大概4分左右，所以蛮幽微的，就是它的木质调跟雪松的气息会稍微盖过这个玫瑰跟花香的气息，但是还是很幽微的闻得到它背后有这个玫瑰作为支撑。但是这个 Wood Ispahan 它这支香气基本上是闻不太到它有大马士革玫瑰的香气的。对，它到现在都，如果要说的话，可能1分吧。它的花香的香调可能是大概1分的程度。排名起来的话，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 Green Dior，我觉得拿捏的很好。它在花香的部分不会到太晕香、太甜腻，有凸显出玫瑰的优雅跟气质的感觉，但同时又有一个很沉稳的木质调、雪松的洁净感加进来，我觉得综合的很好，是一个不会让人眼睛为之一亮，但是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很有质感的一个香水。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迪奥的口红新品 Rouge Dior on Stay 巨星唇膏的分享，还有3支不同香水香调的开箱分享。如果喜欢的话，请按赞订阅，然后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请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